你有没有发现，自从过了50岁之后，以前爱用的粉底，现在擦起来竟然会卡粉，甚至于还会过敏。你可能会想，是不是应该换一些那些标榜着还有纯净和天然成分的那些彩妆了呢？在你有这个想法的时候，你要先等等。那些标榜着 clean beauty 的产品，他们的标签背后其实隐藏着很多我们熟龄肌不一定都会了解到的秘密。那今天这支影片呢，我就会和大家一边化妆一边告诉你，让你可以变美但是又不伤皮肤的那些所谓的 clean beauty。对了，如果你喜欢像这样聊聊熟龄肌保养、化妆，还有我们50岁之后的生活的影片，订阅我的频道，我每周都会分享新影片，也很希望可以一直陪着你，一起变得更自信、更漂亮。那为什么我们40岁、50岁以后的肌肤变挑剔了呢？我们先来讲点比较硬的硬科学，但别担心，会很简单。为什么年轻时乱擦都没事，现在却都不行了呢？有科学数据显示呢，在女性进入40岁之后呢，雌激素水平就会下降，也会导致我们的皮肤油脂分泌减少大约有30到40%，这也就是意味着你的天然保护膜变薄了。第二呢，我们的细胞更新速度也慢了将近一半，这就是逻辑所在。你的皮肤现在就像一件精致的丝绸，而不是年轻时的牛仔布，它变得更干、更薄，更容易会对外界刺激产生反应。所以我们选彩妆不再只是单选颜色了，而是要选它的保护层。所以这也就是我们到了这个年纪，在选彩妆的时候，很多时候呢，我们就会选择它的质地，选择它的保护层是不是会对我们的皮肤有伤害。那些隐藏在标签后的地雷，大家常听说要避开酒精啊、香精，这大家都知道了。但今天呢，我要跟你说几个你可能没有注意到的。第一个就是滑石粉 talc， 很多主打雾面高级感的粉饼都有它，但在我们干性熟龄肌脸上，它简直就是水分吸尘器，它会吸干你脸上仅存的一点油脂，会让细纹瞬间变成大裂缝。第二个呢，就是化学的防晒剂，比如说 oxybenzone， 很多粉底标榜有防晒功能，但如果用的是化学防晒剂，对我们这个年纪来说呢，它可能会干扰我们的荷尔蒙，甚至呢也会引起接触性的皮炎。第三个要注意的就是会释放甲醛的防腐剂，听起来是不是很吓人，对吧？有些便宜的彩妆为了防霉会加这个，对我们变薄的皮肤来说呢，这个就是过敏的元凶。所以你看，重点不是它是不是纯净，而是它有没有考虑到我们这层脆弱的保护层。当然了，我们也应该很理性的去对待，别被化学这2个字就吓到了。很多朋友呢，就是一听到化学就觉得这个是有毒的。其实你想想，连水都是化学分子，有些所谓的化学成分反而对我们非常有帮助。比如说硅磷 silicones， 很多人说它会堵塞毛孔，其实高品质的硅磷能够像隐形内衣一样帮我们填平毛孔和细纹，让妆感呢也变得更加平滑，还能防止水分流失。特别是一些比较好的品牌的化妆品牌，它里面的 formula 成分控制得非常好，所以其实一些高品质的里边还有硅磷的，它可以很好的帮我们填平毛孔和细纹，也能够让我们的妆感呢变得非常平滑，还能够防止水分的流失。另外一种呢，就是安全的防腐剂，比如苯氧乙醇。如果一个彩妆完全没有防腐剂，那它很快就会发霉长细菌。你想象一下，如果把细菌涂在一个50岁以上的敏感肌上，那才是灾难。所以我们追求的是安全且有效，因为既然是化妆品，它就要起到能够帮对我们来说就一定要能够起到一个修饰的作用。所以我们追求的是安全并且有效的，而不要去盲目的追求一定要100%的植物性。那作为我们50岁以上，我们应该学会聪明的去买化妆品。那具体该怎么办呢？在这里呢，我会分享3个具体的操作建议。第一个，可以寻找彩妆且有保养成分的
这样的混血儿就是 hybrid。虽然我们在上妆之前一定会做到护肤防晒，但是如果彩妆产品里面也含有一定这样的养肤成分，那不是更加好吗？特别是在买粉底的时候，如果你翻到背后看成分表，如果它里边含有神经酰胺、ceramide、角鲨烷、squalene 或者含有透明质酸，你可以考虑买它，因为它是可以帮你补水补油，上了妆之后呢，妆感才不会觉得很干裂。第二种方法呢，你可以改用物理性的遮瑕。如果你的皮肤容易红肿，尽量选成分比较单纯的，比如说用氧化锌 Zinc Oxide 做防晒基础的底妆，或者是用这一类的防晒产品，它对皮肤呢会有舒缓的作用。当然在这里也要注意了，如果你的肤色是比较深的，有些这类的 Zinc Oxide 的防晒产品呢，擦上去会给你有一种泛白的这样的一个妆感。我相信绝大部分东方人的皮肤呢，不会像其他国家的有些深色的皮肤那么深，所以呢，基本上像这一类还有这类 Zinc Oxide 成分的防晒霜，只要你不要过度的擦很多，应该可以给我们的皮肤起到一个提亮美白的效果，还是要看你自己皮肤的颜色。第三种方式就是一定要测试再测试，因为这确实没有办法，我们的皮肤现在真的是很金贵，在换新产品之前，你可以先在耳朵后面或者手腕的内侧试用3天，如果没有反应呢，你就可以直接在脸上用。每个人的皮肤不一样，状况不一样，敏感度也不一样，所以这也是一个最能帮你测出是不是对你皮肤有伤害的最有效的方法，不会伤害到你的皮肤，但是同样又能测出你的皮肤是不是对它有过敏反应。这里我很想跟熟龄肌的朋友说，对于我们熟龄肌最好的彩妆产品是乳状的或者是液状的，抛弃那些厚重的粉饼吧，真的不要再用它了，那只会让你更显老，不但更加容易卡粉，而且更加会显示你的皱纹。所以说纯净彩妆它并不是一个神话，大部分是为了起到一个市场营销的作用，它不是万灵丹，我们不需要为了标签买单，我们要为了让皮肤舒服买单。那你最近有没有用到哪款粉底让你惊艳，或者哪款让你瞬间干成沙漠？在下面的留言框里告诉我。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有帮到你，记得帮我点赞、订阅，分享给身边那些还在为了彩妆困扰的朋友。我们不只要优雅的老去，还要美的很有科学根据。那好，那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